为了将保罗送往罗马，指挥官将他交给了御营里的一位名叫尤留的百夫长。这支船队从加奥出发，在秋风中艰难航行。保罗凭着常年的奔波经验，敏锐地察觉到气候的异动，特意提醒百夫长：各位，这次航行代价过于沉重了，若坚持冒险，不仅货物和船只将付诸东流，连每一位乘客的性命都可能在这场旅途中终结。然而，人的经验往往比直觉更具诱惑。百夫长选择了相信船长和船主，坚持要赶往条件更好的菲尼卡过冬。船刚出港不久，起初那微微的南风成了致命的陷阱。忽然，一股名为幼拉格罗的狂风从岛屿后方如巨兽般猛扑过来，瞬间船只被风浪彻底捕获，船身在疯狂的倾斜中发出濒临崩裂的呻吟。水手们再也无法控制方向，只能任由这艘庞然大物在茫茫大海中被风浪肆意摆弄。紧接着，黑暗接管了一切，太阳和星辰整整14天没有露面，漫天的乌云和狂风交织，将生存的希望一点点碾碎。为了减重，船上众人被迫抛弃了最昂贵的货物，甚至将备用的航行用具也丢进深渊。到了最后，由于绝望和体力的透支，所有人都放弃了进食。在最绝望的深夜，保罗从黑暗中站起身，他走到这群已经彻底失去求生意志的人中间，声音在呼啸的风浪中显得格外清晰。各位本该听从劝告，但即便如此，也请振作起来。保罗描述了那夜的际遇，在那最恐怖的时刻，神的使者站在他的身旁，说：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站在该撒面前。看哪，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。所以诸位要放心振作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只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。第14天的半夜，水手们凭借测量探测到水深变浅，恐惧达到了顶点。为了防止船只撞上礁石，他们抛下锚，焦急地祈祷黎明到来。期间，水手们企图利用小艇逃跑，被保罗当场识破并制止。为了让众人恢复体力迎接最后的冲击，保罗带头拿起饼，在众人面前表达了对那至高者的敬意，然后从容地进食。这股从容如同镇定剂，让全船人都重新获得了生机。天亮时，船头冲入一处沙洲，龙骨断裂，船身在惊涛骇浪中被撕碎。兵丁出于残酷的本能，竟提议杀掉所有囚犯，以防逃脱。但那位百夫长由于对保罗心存敬重，硬是强行压下了屠杀的命令。他下令会求水的先跳，其他人则抱着木板和船只残骸随波而行。在那场足以抹去所有生命痕迹的风暴后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残破的海滩上时，奇迹发生了，276人竟无一人丧生。从港口起航到风暴失控，从理性判断被忽视到绝望中的完全崩塌，再到神的话在风暴中被验证，这一章把整段航程变成一个极端现场。人在失控，但目的地仍然确定。